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ara，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，新年快樂！這影片應該剛好在過年的時間播放啊。今天這一集要分享的是2025年度的愛用眼部產品分享。我是敏感肌關係，所以對於產品有一定的要求。我分享的產品大部分都是適合敏感肌使用的。今天的產品都是屬於抗老部分居多。那感興趣的朋友們，我們就開始嘍。我先從眼部的精華開始分享。第一款要分享的眼部精華是這一款 Sigmund 的膠原蛋白多肽的眼部精華，這款很常出現哦。它的總成分大概有23種。主要成分添加了76% 的膠原蛋白萃取物，還有烟酰胺、水解膠原蛋白、多肽的成分、維生素果實萃取物。維生素果其實就是枸杞了，這個成分是有很強的抗氧化的功能，對於美白、抗氧化、修復都有一定的幫助哦。另外有咖啡因、海藻糖、腺苷的成分，它是沒有香味的，沒有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 添加，質地是天凝膠狀的，塗在眼周之後會有一點點消水腫的效果，馬上就會有一點緊實的感覺了，因為它裡面有添加咖啡因，可以幫助排水。這款眼部精華我超級喜歡，應該會長期都會購入，因為它有高濃度的膠原蛋白成分以及多肽的成分呢，它整體成分都是針對抗老部分的。我覺得長期使用它，緊實度以及眼部的細紋都有改善。通常我是用完它之後會疊擦其他含有份的眼霜，不會單獨使用。單獨使用我覺得锁水力不夠，眼周的皮膚會比較乾一點，所以我通常都是眼部精華加眼霜這樣子疊擦使用的。這款呢，我通常是白天的時候跟其他眼霜一起用，晚上我會換成視黄醇的眼部精華。目前沒有看到哪一款眼部精華有超越它了。除了成分之外，它的價格也不會很高，也特別適合敏感肌使用，推薦給你們哦。下一款眼部精華推薦的是這款 Derma Factory 的補骨脂分5% 的精華，這款是臉部的精華，它不是眼部精華，但是我会把它當成眼部精華去使用，因為它也很適合塗在眼周。它的總成分大概有28種，主要的有效成分添加了62.3% 的比菲的发酵物，5% 的補骨脂分，2% 的烟酰胺，還有1% 的白猴菇萃取，以及1% 的咖啡因、甜菜鹼、B5、腺苷等等的有效成分。比菲德这個成分對於修復有很好的幫助，敏感肌也特別適合使用的。有一個專櫃的品牌 Estée Lauder， 它也是有主打比菲德這個系列的，而且也是有出眼霜跟眼精華的。我敢說它的比菲德含量一定不會比它高啊，因為它有超過62% 的比菲德，然後它有添加5% 的補骨脂分。補骨脂分可以說是溫和版的視黃醇的替代了，它是一種植物的成分，比較沒有什麼副作用，不會脫皮，也不會造成皮膚泛紅不舒服。它裡面添加5%算是比較高濃度的，基本上它的功能性呢，就是跟視黃醇差不多，幾乎是一樣啊，就是溫和版的，對於抗老部分有一定的幫助。然後它有添加2% 的烟酰胺，烟酰胺也是幫助抗氧化、美白、修復的。白猴菇萃取，它可以幫助皮膚的抗氧化。另外，咖啡因也可以幫助眼部的去水腫，所以呢，它真的也特別適合眼周使用的。我比較喜歡呢，是在敷眼膜之前多塗一點，然後稍微吸收之後就敷眼膜，加強眼周皮膚的吸收。也可以單獨的去使用，把它當成眼部精華，再疊擦其他的眼霜。這個是我使用它的方式。這款也是可以全臉使用的，也可以用在脖子，只是用在臉部它的消耗會比較快哦。但是它價格也不高，屬於高 CP 值的，所有肌膚都是使用，推薦給所有想要抗老的朋友們。它的精華的顏色帶有一點點咖啡色，它看起來有一點像乳液，但是膚感是精華的質地，非常的水潤，延展性很高，而且保濕滋潤度特別好哦，它蠻滋潤的，会有一种很深层的滋潤感。如果全臉使用一段时间，會發現皮膚變得比較平滑，
比較滑嫩的，毛孔也會比較細一點。補骨脂酚對於美白、排黑色素部分也是有幫助。它是沒有添加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、PEG，但是它有一個補骨脂酚獨特的香氣，只要添加了補骨脂酚一定的濃度，都會有這個香味的，聞起來很像精油香，有點類似花香那種，但是它是天然的，也不會造成皮膚刺激。我個人是很喜歡這個香味的。接下來這款是眼霜，但是我會把它當成眼部精華，因為它質地有點像精華，偏凝膠狀的，是這款 Is&Tree 的比菲德眼霜。那這個眼霜呢，很久之前有分享過，也有推薦過，已經換包裝了，但是成分都沒有變，是一樣的。主要的有效成分是61% 的比菲德發酵物，另外有添加角鲨烷、乳木果油、花生醇、尿囊素、多種的植物提取物、神经酰胺 MP、乙基抗壞血酸、維他命 C 的衍生物以及多肽的成分。它是沒有香味的，沒有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 添加。它也是有一些抗老的成分，主要有效成分也是很高，有61% 的比菲德。我曾經分享過它，覺得它是雅詩蘭黛的比菲德眼霜的平替，它們的有效成分很相近啊，而且它的濃度更高。雅詩蘭黛的那款眼霜我也曾經用過，它的質地也是跟它有一點類似，有一點點偏凝膠感，但是又蠻滋潤的，覺得很相似的。那这款眼霜因为它的成分不錯，而且我觉得它的緊膚效果也是很好的。不過因為它的質地有點偏凝膠，所以不建議化妝之前使用。Sigmund 的膠原蛋白眼精華也是不建議化妝之前使用了，都是有機會脫離的。平常使用我覺得它的滋潤度也是蠻夠的。但是我也是習慣用完它之後會再疊擦眼霜，因為它的質地偏凝膠狀，它的滋潤度還是沒有一般的眼霜高，它的膚感並沒有非常舒適，因為它是凝膠，但是有一點粘度，會比較厚實的凝膠感呢。可是滋潤度我覺得它又有一點不夠，如果當成滋潤的眼精華了，我覺得很不錯，有加強的效果。單獨使用也是可以，但是如果你眼周偏乾可能會不夠哦。可是它的成分真的很好啊。接下來這款也是眼精華 Beauty of Joseon 的視黃泉加人參的眼精華，這款出現過超級多次，連續3年愛用，覺得它也是有一定的滋潤度。如果你眼周沒有那麼乾，也是可以單獨使用的。那我用完它也是會疊擦其他的眼霜。目前我這樣子使用沒有增加我眼周的脂肪粒哦。如果你眼周很容易長脂肪粒，也避免疊擦太多的東西啊。這個眼霜添加了10% 的人參提取物，還有0.02% 的視黃泉，使用的感受會比較溫和，不會脫皮的，是適合每天使用的。另外它有添加澳洲堅果脂油、腺苷、膽固醇、多種的植物提取物、煙酰胺、一些植物的提取物、植物甾醇、玻尿酸、維他命 E、神經酰胺 MP 以及多肽的成分。它是沒有香味的，沒有人工的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 添加。我覺得它最主要有效抗老的成分就是視黃泉跟人參的提取物，其他都是有一點輔助到。我晚上特別喜歡用視黃醇這個成分在眼周啊，但是用在眼周的視黃醇一定要濃度很低，一旦有刺激了都不太適合。這個精華就是我必用的。它會比較慢一點，只要比較溫和的視黃醇，它的效果都會比較慢，但是它安全。如果它很強烈，你用在眼周會脫皮、會刺痛。如果這段時間你保養的不好，反而會增加細紋的。所以使用濃度低的視黃醇呢，用在眼周是比較保險的，不見得要高濃度。臉部部分反而是可以高濃度一點的，是有區別的。頸部跟眼周啊都是比較脆弱，一定是要使用低濃度的視黃醇哦。想要找眼部視黃醇的成分，這個眼霜推薦給你們。接下來要分享的這個眼霜，就是今年我用到很喜歡的，應該也會持續購買。這款1988的視黃泉的眼霜，這個眼霜呢寫添加了4% 的視黃泉成分，它應該是添加了4% 的維他命 A 的衍生物，因為如果添加4%，眼周應該會很刺激。它裡面呢有添加0.04% 的視黃醇，還有煙酰胺、澳洲堅果脂油、膽固醇、植物固醇、腺苷、多種的乳酸菌的發酵物，以及多種的植物提取物、玻尿酸、
維他命 C 的衍生物、乙基抗壞血酸、補骨脂酚，還有多肽的成分都是不錯的。它是沒有香味，沒有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 的添加。那這款眼霜，我覺得它的成分還有使用感受都很好，質地的還蠻不錯，不會很滋潤，但是有一定的滋潤锁水度，塗完之後不會很油膩的。它跟 Sigmund 這一款呢，質地稍微清爽一點點，它的眼霜質地看起來蠻相似的，但是膚感會比 Sigmund 這款清爽一點，因為它的視黄醇的濃度也是比較低的，所以我覺得很溫和，不會有刺痛感，每一天使用都沒有問題。我是每一天晚上使用它的，會搭配 Beauty of Joseon 這款一起使用。对于眼部看老、眼紋部分都是有一定的改善啊，有使用確實是有比較好的。好，接下來這款眼霜呢，就是我剛剛分享 Sigmund 的表皮生長因子的眼霜，這款眼霜也是連續3年大愛啊，也會繼續使用下去。它的總成分大概有30種，主要成分添加了表皮生長因子，包括 EGF、FGF、IGF， 還有6胜肽的成分，這些成分都可以幫助肌膚看老。另外有添加煙酰胺、蝦青素、甜菜鹼、海藻糖、多種的玻尿酸成分。維他命 E、貝塔胡蘿蔔素、葡萄脂提取物、維他命 C、腺苷、尿囊素、甘草酸2+等等的有效成分了，它的有效成分蠻多的，還有一些美白的成分，可以減淡眼周的色素。想要看老朋友們，這一款眼霜一定要試試看啊！它是沒有香味的，沒有人工的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。我覺得它的質地滋潤度做得很好，可是又不會很油膩啊，也很適合化妝之前當成打底的。化妝前使用不會搓泥，不會跟底妝打架，真的是適合大多數的朋友們呢。我剛剛分享的眼部精華還有眼霜都特別適合敏感肌，這些成分呢，就算你不是敏感肌了，也是很推薦的。剛好空瓶一條了，這已經空瓶很多條，我都忘記。接下來這款眼霜也是很久之前有分享過、推薦過的 Swanny Coco 多肽的眼霜。這個眼霜的質地就相對清爽一點，如果你喜歡比較輕薄、清爽一點的眼霜，又有一點锁水力的，可以試試看這款。它的膚感非常好，抹開之後那個水分會浮上來，非常的水潤感啊。相對它的質地比較輕薄一點呢，它的主要成分添加了一些乳酸菌的發酵物、煙酰胺、多肽的成分，還有多種的植物提取物、甜菜鹼、玻尿酸鈉。它是沒有添加人工的香精、酒精和 PEG， 有添加多種的植物精油，所以它也会有明顯的香氣。香味我覺得蠻好聞的，而且不會太濃烈，推開之後就會消失了。它的植物精油都是放到成分列表的最後面，添加量會比較低一點。另外它有添加一些維他命 C 的衍生物，山茶籽油、貝塔葡聚糖、維他命 E， 還有水解膠原蛋白，它的植物萃取物也添加的比較多。我喜歡它的原因是膚感真的是很好啊。如果你不在意精油的添加，它整體的成分使用感受都很好，它也不会跟底妝打架的。如果你不喜歡眼周涂太厚、太滋潤的產品，你可以使用它。20出頭的朋友們想要看老，也可以試試看這款眼霜哦。好，眼霜部分呢就分享完，接下來就是眼膜。今年喜歡的眼膜，我先分享新的產品啊，就是這款 BOH 的膠原蛋白的抗老眼膜。這個眼膜一瓶裡面有很多雙的，細看一下。它裡面精華非常多，它是我喜歡的凝膠型的水晶眼膜。這種眼膜我覺得它的服帖度還有去紋效果都會比較好，如果它的成分配合不錯，像這一種材質效果都会比較好哦。這個眼膜裡面是有30雙的，總成分大概有51種，主要成分添加了甜菜鹼、煙酰胺、乳酸菌發酵物、多種的膠原蛋白成分、PDRN、腺苷、玻尿酸鈉、尿囊素、B5 基肽、貝塔葡聚糖、6胜肽、維他命 C 以及多肽的成分，還有 B12， 它裡面有很多種的多肽的成分，還有多種的膠原蛋白的成分，而且有添加 PDRN， 雖然濃度應該不高了，看整體成分是不錯的，而且使用的感受啊，我真的很推薦的。今年啊，我是有試用好幾款的眼膜，一樣都是這種的，一罐有很多片的那種，但是唯一一款我是覺得它真的有效哦，因為很多这一種的這麼多片的眼膜，它用完之後只是
表面一點點的保濕，用安心的感覺啊，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幫助。我覺得單獨一片的那種眼膜都會比較有效一些，所以很少會用到這種眼膜。但是這個眼膜我非常推薦，它的效果幾乎就是我平常敷的水晶眼膜的差不多類似的效果，而且它一罐30雙是蠻划算的。它是沒有香味的，沒有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 添加。這個眼膜看起來是帶有一點點紫色調，看起來不會很透明的，但是它被皮膚吸收後了，敷到後面它會變成透明的，你会感覺它真的是有在吸收。之前的眼膜敷完之後，它好像不怎麼變薄，都好像差不多。有時候真的會懷疑這些成分有沒有吸收到的。除此之外，這個眼膜它的寬度我覺得蠻夠的，稍微有比我平常敷的眼膜再寬一點點，品質很好，而且它超級服帖的，很像口香糖的那種質地，它不會掉下來，真的非常的好用。你也可以把它敷到一些抬頭紋啊、法令紋的地方，敷完之後，這邊的皮膚都會比較平滑。通常我敷眼膜之前都會用一些眼部精華、眼霜，先塗多一點點，稍微吸收之後就會敷眼膜。如果前面的產品塗太多，它可能也會稍微滑下來，你可以稍微把它推上去，一定要覆蓋到你的眼周細紋部分。這款眼膜敷完之後，眼部的細紋真的會變淡哦，眼周也會比較白一點，色素會稍微減淡一些，很推薦這個，可以試試看啊。最後推薦的這3款眼膜都是舊的產品呢，我就輕輕的帶過。如果想要看詳細一點的內容，可以看回去年的年度愛用啊，有點偷懶。先分享這個 Dr. Trick。Dr. Trick 其實是 Sigmund 的姐妹品牌啊，其實他們是同一個公司、同一個品牌啊。這個也是水晶眼膜，我喜歡它。很寬，它的寬度比一般的水晶眼膜更寬一點，可以遮蓋更多的範圍，而且它裡面的成分很溫和。其實它沒有很厲害的成分，但是它的材質做得很好。只要我配合一些抗老的眼精華眼部產品去使用，它的效果就會很好，可以幫助這些產品吸收。成分裡是沒有添加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， 推薦給你們。另外最後这2款一起介紹吧。Mediheal 的這個眼膜用了好幾年了，一直都在推薦呢。用到目前我還是最喜歡用它們了。我覺得它們的效果是我今天分享的眼膜裡面最好、最喜歡的，因為它的眼膜真的很貼膚，大家都很貼膚，但是它的貼膚程度更貼膚，它敷到後面也是會變薄的。我剛剛分享的眼膜敷到後面呢，時間久都會變薄哦。水晶眼膜我會建議至少敷半個小時以上，我通常是40分鐘左右，它真的是已經變薄，我才會撕下來，這個效果才會好。那用完之後會明顯看到眼袋會變得比較平滑。如果你熬夜想要急救你的眼袋部分呢，可以用這一款的眼膜，用完之後真的會變得比較精神了。那這2款有什麼區別了？橘色這一款EGT 滋潤度比較高一點，抗老的成分比較多。藍色這一款 MMF 它是保濕的成分比較多。個人覺得去眼袋部分呢，比較明顯的是藍色這一款，但是它也會比較清爽一些。橘色這款去紋的效果可能會更好哦。這2款的眼膜都沒有添加人工的香精、酒精，但是都有添加 PEG， 有添加1種的 PEG。相比之下，它的即時去紋的效果，感覺會比較快一點，比較明顯，因為它們的成分都不錯，沒有什麼刺激的成分，所以我覺得這個用在眼周還可以。它是眼膜而已嘛，如果是面膜我就不會使用了。那這款眼膜我已經用了好幾年，我覺得它的效果真的很好，而且也沒有讓我的眼周過敏。想要知道它的全成分詳細內容，可以看回去年2024年度的愛用眼部產品分享哦。其實我每一年分享的愛用產品呢，都是很喜歡的，只是我每一年會多找一些新的產品，每一年会有不同的新產品給你們分享，除非有一些我真的無可取代，才會重複分享。所以呢，你們也可以看回之前的年度愛用，也是可以發掘到一些好物的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哦。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們，記得幫我按讚，還有別忘記分享、訂閱、按小鈴鐺。我們下次見吧，拜拜。